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泽连斯基披露，华盛顿设下6月停战最后期限，迈阿密会谈或于本周开启。乌军精确打击摧毁奥列什尼克导弹核心基地。俄罗斯以假飞机诈骗秘鲁6300万美元。俄乌冲突的终局始终正在按下加速键。泽连斯基正式向外界证实，特朗普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莫斯科与基辅施压，要求双方在今年6月前彻底终结这场持续了4年的冲突。另外，美方首度提议本周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主办乌俄高级别会谈。目前，特朗普团队正试图在阿联酋谈判的基础上，强力推动双方就领土问题达成最终折中方案。按照战场局势看，俄罗斯占领着乌克兰约20%的领土，并极力争取对顿涅茨克州的完全控制权。泽连斯基对此明确回应，如果协议中缺乏足以遏阻俄罗斯再次入侵的实质机制，基辅方面不会在文件上签字。在外交压力骤增的同时，乌克兰正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瘫痪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底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对俄境内及占领区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系统性精确打击，位于阿斯特拉罕州的卡普斯京亚尔试验场再次遭到重创。确认受损的设施极具战略价值，包括用于维护中程弹道导弹的技术基地、核心装配车间以及后勤仓库。这里正是俄罗斯此前向第聂伯罗和利沃夫发射所谓奥列什尼克的起始点。乌军通过直接摧毁其保障体系，正在从根源上解除俄方的战略和威慑威胁。与此同时，乌军在占领区的打击精度也持续提升。乌方袭击了扎波罗热、罗季夫卡附近的后勤补给站，以及克拉斯诺希尔斯克附近的兵力集结点。在顿涅茨克新经济城，俄军一个重要的无人机控制中心也被精确摧毁。总参谋部表示，这种全维度的打击策略旨在系统性瓦解俄军的进攻后勤、人员调配与导弹发射能力。而在国际防务贸易领域，俄罗斯的商业信用正在大丢弃点。秘鲁政府紧急取消了一份价值6300万美元的国防合同，原因是俄罗斯试图通过一家阿联酋中间商，利用伪造文件向秘鲁出售一架根本不存在的安东诺夫安七4运输机。这场涉及6300万美元的骗局由乌克兰外交部与安东诺夫公司联手揭露，涉事公司 Air Express 被证实与俄罗斯关联紧密，他们提交了欺诈性的授权文件，谎称已获得原厂供货许可。事实上，安东诺夫公司早已停止大规模生产该型号超过10年，且从未授权任何俄罗斯中间商参与代理。乌外长西比哈在社交平台公开警告，各国政府应警惕此类通过碧水天堂运作的俄罗斯背景空壳公司。目前，秘鲁已转向意大利采购 C-27J 运输机。俄制武器不仅在战场上跌下神坛，在国际商业信誉上也已步入死胡同。回顾今天的早报，华盛顿正以6月为限，强力拉动双方挺进迈阿密谈判桌。乌克兰则以打促谈，精确消除俄方最后的导弹筹码。而俄罗斯在国际社会日益丧失的信誉，正在切断其战争融资的退路，大家又怎么看呢？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后续报道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